夜幕降临，这只小猫突然从桌子底下爬了出来，静悄悄上了床，躺在主人身边。本以为接下来会是十分温馨的画面，没想到小猫突然开始抽搐，像是不受自己控制一样，最后竟然一口咬到了主人的眼睛。主人因病住院，小猫为何会有如此举动？它和主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几天前，节目组收到许小姐的求助，当工作人员赶到的时候，许小姐脸上触目惊心的伤痕就让人唏嘘。随后，许小姐拿出了一件白色衣服，短袖上可以看到血迹。许小姐告诉我们，这些血迹都是自己被小猫撕咬后留下的。许小姐的话让工作人员感到不可思议。房间里这只小白猫看起来十分温顺，即使工作人员上门拍摄，它也没有任何过激举动，更不会随意撕咬。据许小姐所说，小猫白天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正常的，能和自己一起玩耍，即使有时候不小心伤到了它，它也不会生气。然而到了晚上，它就像是突然陷入了某种情绪，非常暴躁。有时候自己在睡梦中都会被它撕咬。许小姐向我们展示了她身上的伤口，不只是额头上、脸上、胳膊上，就连嘴巴里都有被撕咬的痕迹。无法想象许小姐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折磨。为了避免小猫在睡梦中撕咬自己，许小姐甚至在睡觉的时候都要戴上面具。一开始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，小猫看不到自己的脸就会放弃。但后来这个面具引起了小猫的兴趣，小猫熟练地掀开面具之后，又开始攻击许小姐。为了弄清楚小猫攻击主人的原因，工作人员在房间安装上了监控，监控中的画面让人费解。小猫频繁在夜间攻击主人，主人全身上下布满了伤口，小猫为何要这样做？在监控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当天夜里，小猫趁主人睡着后照常来到了床上，就在即将入睡的时候，小猫突然像是不受自己控制了一样，又开始撕咬主人的面部。主人似乎已经习惯了，熟练地换了个方向。然而小猫似乎对主人的行为感到不满，直接咬伤了主人的胳膊，主人瞬间清醒，起床处理伤口。第二天看到监控画面后，许小姐也非常震惊，小猫的行为实在不合常理。许小姐一开始一直以为是自己在睡梦中不小心压到了小猫，她才会攻击自己。然而监控画面显示自己根本没有主动触碰小猫，难道小猫有什么心理疾病？原本只是怀疑，但接下来的一段画面让许小姐坚定了这个猜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许小姐就外出工作，小猫独自在家显得非常无聊，自己在屋子里玩耍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就在床边睡了过去。然而没过多久，小猫的身体就开始抽搐起来，看上去非常难受，随后便开始撕咬掉落在地上的被子，全程没有醒来，一直处于睡眠状态。如此看来，小猫或许并不是故意攻击主人，它只是想找个东西啃咬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小猫患上了某种疾病。许小姐拿着监控视频，带着小猫来到宠物医院检查身体，医生为它做了套全面检查，没有发现任何问题，小猫还是非常健康的。但当他看到小猫浑身抽搐的画面后，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小猫在睡梦中撕咬自己的主人，主人被咬得浑身是血，而小猫清醒后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许小姐带着小猫前往医院检查后，并没有发现异常，便带着它回了家。许小姐的妹妹听说姐姐的状况后，也来看望姐姐。这只小猫是姐妹俩一起带回家饲养的，小的时候非常温顺。妹妹看到姐姐胳膊上的伤痕后，也非常惊讶。为了保护姐姐，妹妹决定今晚留下来。然而到了夜里，小猫再次对许小姐发起了攻击，这次的攻击比以往更加猛烈，直接咬伤了许小姐的眼睛。第二天工作人员上门的时候，许小姐已经被送往了医院，眼睛缝了16针。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，工作人员带着小猫找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宠物专家。专家表示，从小猫的状态来看，它似乎是在梦境中走不出来，或许是它梦到了不好的事，让它感到了恐惧，将梦中的经历付诸实践，这和它曾经经历过的不美好的事情有关。不过许小姐和自己的妹妹对这只小猫照顾有加，不然也不会在屡次三番被小猫攻击后还像以前一样照顾它。许小姐表示，在自己和妹妹收养这只小猫之前，她曾经被自己的母亲抛弃，没人知道她是怎样度过幼年时光的，或许是那个时候有过一段不美好的经历。专家建议可以进行药物治疗，同时还需要主人的陪伴。许小姐没有因为小猫攻击自己将它抛弃，反而听从医生的建议，每天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小猫，让它感受到照顾和安抚。一段时间之后，小猫终于恢复了正常状态，从过去的阴影中走了出来。